回来了啊，哎，谁的东西啊？你的。我的？不是，哎，方大成，这还有人吃饭呢，要不你就收起来。玉呀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财呀！我清早这一左眼就跳着跳着，方强把东西拎回来了。方强啊，这又是哪个朋友送的？你还真敢收啊！这次可不是朋友送的，人方强自己买的。这回方强找了个好工作，光奖金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2万。20万。多少？20万。2份猪脚饭齐了。来，哎，需要加汤跟我说啊。谢谢。哎，回来了吗？干嘛呀？你过来。20万怎么回事？对不起儿子，都怪爸这张嘴一高兴秃噜了。你跟妈说这20万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老板给我的奖金。老板给你发的奖金，你都干什么了？你是偷了，是抢了，还是你老板有印钞机啊？给你20万奖金啊？不是我。行，给我站着！告诉你，这家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方大成，等这2桌吃完了，关店，下午不营业了。关什么店？还有5个订单呢。我说了，关店。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。你打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。你等着。哎，您好，几位啊？我不掉虾，方强在吗？方总监，他早就不在这了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应该是在飞哥的俱乐部吧？他一直在那当行政总监呀。方强，这20万怎么来的呀？你把姑妈都急成什么样了呀？20万啊，这么多钱啊，你总得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吧？不是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我干钓虾场，熬夜设计新店面，是我进的材料，盯的装修，这都是我亲自做的。我陪着笑脸拉客户，搞活动，我把一个半死不活钓虾场做到月流水30多万。人老板就是看我能做事儿，把我调去了无非俱乐部。我上个月流水已经给他们做到1000多万了。无非俱乐部，什么单位这么挣钱啊？赛车，懂吗？我现在就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。行政总监你懂吗？就相当于办公室主任。我给我们老板赚了这么多钱，你说他给我20万奖金多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假的，我这推着我哪有实话呀？我哪配拿20万奖金啊？姑妈，方强现在在一家赛车俱乐部当行政总监，就相当于是办公室主任。这种地方呢，效益好，那奖金高也是正常的。咱们得相信方强。是705，他那个领导啊，我们俩见过，一脑袋白毛，一看上去就不像个好人。我担心他们这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，你知道吧？妈，你不能这么说话。法律上讲呢，疑罪从无。即便是有嫌疑，没有证据，咱们也不能随便定人家的罪啊。那白毛怎么了？咱们也不能以貌取人啊。那外面有多少的公司看上去正经，让老板偷税漏税，底下的员工踏踏实实的工作，那有罪吗？倒也是。你还记不记得上回我跟你说的，我们执行的那个赵勇那案子，就是掐你脖子那回？哦，
多亏了方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那照理来说，我们法院应该好好的奖励他。方强呢，是懂法的，他呢，也有一定的觉悟。咱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。同意啊，同意。麒麟说的相当有道理呀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就说他说的有道理啊。不是我怎么没听懂呢？麒麟的意思，咱不能拿老眼光看人，不能太苛刻孩子。就和这个有时候就和这个买彩票似的，他偶尔他能挣上几百万，方强也该转运了。你这次是20万，下次没准更多。更多？你想要多少？几百万啊？你拿这些钱，你睡得着觉？拿钱睡不着觉吗？你知不知道咱这店里面1年多少钱？你自己心里不是有数吗？我跟你说吧，你这个人真闹。我挣不着什么钱，但是我的希望在那儿，在那儿啊，对呀，狗屁希望！哎，行，好了，二位，我求你们了，别吵吵了，行吗？忘了今天我们说什么事儿了？别生气了啊！方强，这钱他们是怎么给你的？打我卡里了，你交税了吗？公司财务代扣代缴。好了，这事情来龙去脉搞清楚了，大家就放心了。姑父说，你很长时间没回来了，在外面赚了钱，知道孝敬父母也难得。咱们今天就不营业了吧？回家聚个餐，大家一块庆祝一下。我不去啊！你行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我这干嘛呀？一回来就训我2个小时，啊！你说几句话，什么事都没了。你谁呀你？你看你这兜里加一起一共有几块钱？你那存款有20万吗？我凭什么都听你的呀？我还真没有啊。我向你道歉啊！我承认，我挣的没你多。我现在所有家当加一块都不到6万块钱。你要认清你和我之间的差距啊！屁话！连长，找点我什么事儿啊？苗氏妇女案执行的漂亮啊！这横行南北的霸房钉子户都被你们给拿下来了，隆重表扬。别老口头忽悠我，来点实惠的。有啊，准备好了。又是案子，一天都不让人休息呗。哎，这个豆特别好，芥末味儿的，吃的提神啊。你忘了咱们执行局的传统了，只要干不倒就得接着干。你要是累了就吃几个，我试，很管用的。等，这个被执行人以前是个法官呢。是，所以这是我找你来的关键嘛。牛峰退休之前呢，是办了不少案子，并且呢也获得过不少荣誉。所以楚云，我想多嘱咐你几句啊。第一，一定不能让申请人觉得咱们有偏向，得出法官向着法官的印象。第二，如果的，我是说如果啊，真到了强制那一步，你们呢细腻一些，人性化一些，别给老同志呢难堪。你们可以，哎呀，反正分寸你们都清楚的。我不清楚，就怕你既要这样又要那样，我就一条，尊重判决，依法办事。行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提神豆。好，不客气。
被执行人牛峰身份特殊，退休前是晋会法院刑庭的法官，所以这件事情比较棘手。由于麒麟正在执行黄池欠款案，所以这个案子由我负责。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。这个案子的起因是由于牛峰的妻子周慧芳生前炒股赚了点钱，在小区呢小有名气，有些人也想跟着挣钱，所以就把钱交给周慧芳代为炒股，结果赔了，这些人呢就不干了。周慧芳带人炒股的这个事情，牛峰事先并不知情，直到周慧芳疾病过世，这22个人拿着周慧芳跟他们的欠条，把牛峰告到了法院。牛峰才知道，22个人借款总金额187万。现在民三庭判决，牛峰要将夫妻共同财产的50%赔偿给申请人。楚庭长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对啊？总金额187万，这么大的数额，牛峰就一点不知道？那这周慧芳生前胆子也太大了，什么主都敢做啊！楚庭长，我也有点疑问，您刚才说周慧芳带人炒股，这怎么又扯出欠条的事儿了？那这到底是带人炒股还是借钱炒股啊？这可有性质上的不同。还有啊，楚庭长，这个欠条本身就有问题。这22份欠条的签订时间统一都是8月17号，但是这上面的借款时间却是2月10号到15号之间。为什么要隔这么久还要补欠条，而且还是集体统一补的？这不太正常吧？这一点呢，我也注意到了，确实不太正常。但是，先借款再补欠条也是有的，只要双方认可，就合法有效。我想，民三庭的法官在判决之前，应该也考虑过这一点。这样，下午我们先去光明小区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们功课都做了吗？案卷都看了。黄池欠款案你们怎么看？案件的脉络很清楚，双方签了欠条，但是到期了没还，债权方起诉了，法院判了，到期又没还，所以申请人要求强制执行。像这种脉络清楚的案件，被执行人一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还钱啊2种情况，第一是确实没钱，执行不能；二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欠钱不还的准备。那我们看一看这个黄池到底属于哪种情况。你好，你好，黄池在吗？黄池，黄池，哎，奶奶怎么了？找你的。黄池是吧？啊，我是黄池。我们是青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我叫麒麟。关于你和贾小飞那个案子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你欠贾小飞350万。法院判决你上个月底偿还，可是到现在呢，你都没有还钱。贾小飞呢，已经申请执行了。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。我没钱，而且就算有钱我也不还，我还要告他们呢。你是否要告他们，这是后话，但是你先得执行判决，明白吗？我没法执行啊！我想来想去，这件事就是个圈套。我被骗了。你有质疑的话，在诉讼阶段就应该提出来。我看过卷宗，你甚至都没有出庭，这是事实吗？是，主要我那几天脑子很乱，我以为法院的短信和律师函都是诈骗，
我就没去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光靠你自己的质疑那是没用的。你要是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，你可以提出执行异议。那我提出执行异议，有证据吗？是这样，我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 NCCP 选拔赛。比赛前我全面检查了赛车的情况，很多零件都是全新的，没有问题。而且整套刹车总成也是在比赛整备日我看着换的全新件，我自己还试了车呢。但在比赛的时候，我撞车前最后一个弯道，车突然就失控了，这肯定有问题。所以我认为是有人动了手脚。那你找到突然失控的原因了吗？轮圈断裂，轮胎爆胎，刹车断裂，卡钳卡死，甚至赛道上还有机油渗漏。你所说的这些有视频或者有证人吗？没有，我从医院回来想看一眼赛车的，但是他们跟我说车已经 total lost 了，就是全损销毁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你要的证据。这口说无凭啊。那还有一件事儿，比赛结束后，我去找贾小飞提出赔他钱，虽然金额很大，但是我想着慢慢还总能还清的，就跟他签了欠条。你说慢慢还啊？这不对啊，欠条上写着签订欠条后3日之内还款，这不是慢慢还啊。不是，就是这个日期有问题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当时欠条上就没写还款日期，而且我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自签订日起3日内还款这几个字儿。欠条就那么大点地方，就那么几句话，我不可能连字都看不清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欠条里的有些内容是在你签字之后，别人加上去的？一定是这样的。我根本拿不出350万，怎么可能答应3天内就还给贾小飞呢？那你签字的时候，还有其他人在场吗？有啊，五飞俱乐部的行政总监方强，他也在，他可以作证的。无非俱乐部，什么单位这么挣钱啊？赛车，懂吗？我现在就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。方强知道这个事儿？当然知道了，就是他建议我向贾小飞借车的嘛。不是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方强是我表弟。你表弟？哦，你就是贾小飞说的方强那个法官表哥是吧？对，我是他表哥。不是，你们真有意思啊！明明这么有钱，还要合起伙来骗我这几百万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方强牵线，你当法官，法院判了，然后你来执行。怪不得我上当受骗了，原来早就是设计好的呀！不是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呀？王驰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什么了？他是法官，他跟他表弟串通一气，他还要来执行我，我胡说八道什么了？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你现在涉嫌侮辱法官。我还注意我的言辞，你们注意你们自己吧。方强当骗子，他当法官，哎，法官为骗子提供保护伞。哦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贾小飞也是你们一伙的，是吧？我说现在为什么要那么快就执行呢？原来都是你们在背后操纵的，你们就是蛇鼠一窝。这钱我1分都不会还，我告诉你们，到最后不就是强制我吗？来呀，强制我呀！哎呀！黄驰，我告诉你啊，黄家祖祖辈辈都是守法的人，都是良民。你要再敢胡说八道，
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是他们合起伙来骗我的。闭嘴吧！法官啊，黄池不懂事儿，他也不懂法，你们原谅啊。我们接受法院的判决。我就不还这钱！你给我闭嘴！都别激动，这件事情事出有因，我不会追究他的。等你们冷静了之后，改天我们再来跟你们谈。打扰了。他公然说不还钱，这就是藐视判决。他这个态度就应该强制他。刚才黄池说，那些人明明这么有钱，还要害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黄池说的是真的呢？子睿，停！你们太过分了吧！一周闹5回，你们以为牛叔老是好欺负是吗？啊！这还嗑瓜子儿，嗑出个臭虫来，你算什么人呢？啊，滚一边去！赵婶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带头闹，信不信？信不信你们要是再闹，我把摊儿给你们砸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可进去过，我谁都不怕。进去还光荣啊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有本事你就砸呀！你要是不敢砸，你就不姓赵。今儿还就给你们砸了，我给你们。法官呐，你们可来了，来的正好。牛峰不还钱，还叫这小子打人，你们大家都看见了。对，还打人！别吵了！来，大家听我说2句啊。你先把棍子放下。大叔大妈，你们也别在这儿敲敲打打的。一呢，影响小区其他居民的正常休息；二呢，对牛峰来说是一种变相的心理暴力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。大家先散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还有什么解决不解决的？律师说了，这法院也判了，就等着你们执行呢。让刘峰把房子卖了，赶紧搬走，还钱！能不能让人好好说话？你们这么闹，对事情的解决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们要搞清楚一个事实：牛峰只有这一套住房，如果他把这个房子卖了，他怎么办？他住哪儿啊？这个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我们有我们的程序，你们总要等我们了解完情况，搞清楚事实再执行吧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么闹，不也是耽误自己的时间吗？请你们相信我们。大家先散了，都回家，好不好？散了吧。行了，散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散了吧都。
您请喝水。谢谢。牛法官，我是青冈法院执行2庭庭长，我叫楚云。楚庭长你好，我早就退休了，别叫我法官，叫我老牛就好。子睿啊，你赶紧回去，回去向赵婶赔个不是，都是老邻居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老犟的不好，我不吃。是他们不讲理，他们太缺德了，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你听话。刚才这位是？他叫赵子睿，是我的一个忘年交，他就住在小区的4号楼，他在我们小区还开了一家超市呢。他和我这事啊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年轻人热心肠，爱打抱不平。我们今天来，是想了解一下，我院民3庭判决，您要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50%给付申请人，您清楚吗？清楚。据我们了解，您的老伴周慧芳向22人借款187万，这件事情您事先并不知情，是这样吗？您得回答我。我老伴怕我着急，这事他没告诉我。我想确认一下，您是不是只有这一套住房？是。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给付方式可以选择？比如说，向亲戚朋友筹款，又或者，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财产？比如说，有价证券之类的。没有。那我要正式的通知您，如果在规定期限内，您不能给付申请人，或者不能与申请人达成新的还款方案，到期我们会对您强制执行。您清楚吗？我懂。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打你吗？因为我欠了这么多钱，我还还不上。我打你不是因为你欠钱，是因为你不说实话，还跟法官无理取闹。对不起，奶奶。你喜欢赛车，我拦不住。咱家也没那个条件，这些年也难为你了。你开别人的车比赛，我不生气。你把别人的车撞坏了，也不怪你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可你被人骗了，让人设了局，为什么不跟奶奶说？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那几个害你的人？还跟我说这是小事儿，你能处理？我得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他回来。不是，奶奶，您千万别让我爸回来，你相信我，我能解决的。350万呐，你自己解决？你怎么解决啊？反正我自己欠的钱，我自己能还上。哎，你上哪儿啊？哎呦！爸啊，妈，过来一下。我这儿忙着呢，你这是？我有重要事跟您商量。你看，
这是我给咱家猪脚饭店做的设计，我想给它重新装修一下。再折腾一遍啊？这怎么能是折腾呢？我到时候啊就在这儿开直播，那没准能成一网红店呢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再多雇几个店员，您跟我妈就什么也不用干了。不干活不行，你再说，钱不能都让别人挣了。真是个财迷。我回来了。麒麟回来啦！啊，姑妈，麒麟啊，快去洗手啊！我这菜和饭都给你留好了，来。不用，我吃过了。吃过了。姑父，哎，你先吃一口啊！我真的吃过了。干嘛呢？设计呢？来，有个事儿要问一下你。什么事呢？不是我又怎么了？你认识黄池吧？认识啊。怎么认识的？你管我怎么认识的呢？我不能有几个朋友啊！你别跟我横，我好好跟你说话。你们是什么朋友？我问你的问题，你最好一个一个如实的给我回答清楚，否则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。他跟你是什么朋友？黄池是征途赛车俱乐部的赛车手，我是吴飞的行政总监。我们两个俱乐部同用一个赛车场，相互认识不很正常吗？黄池借贾小飞的赛车去参加 NCCP 的选拔赛，这事儿是你提议的吧？是啊，我说黄池车开的不错，但他那俱乐部的车不行，就不够参加 NCCP 的级别。正好飞哥有辆闲置的好车，我们俱乐部缺车手，黄池缺车，我就撮合一下呗。是你撮合的啊？黄池的车在比赛的时候出了事故，黄池亲口告诉我，他怀疑是有人对车动了手脚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有人对车动了手脚？不，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。那辆车在比赛之前测试过，肯定没问题。所以说出了事儿，我确实也挺意外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黄池给贾小飞签了一个350万的欠条，当时你在场？在啊。你看见黄池签字了吗？看清了。关于还款日期是怎么签的？这我哪记得清啊？我告诉你，贾小飞现在拿着欠条到黄池家逼债了，欠条上写的是3日之内还款。3日内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人当时飞哥说了，说不着急让他还。左一个飞哥，右一个飞哥，你们公司都是这么称呼领导的吗？这是公司呢，还是兄弟会啊？你告诉我，贾小飞是个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这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人家像黑社会似的呀？人家跟你是不一样，人家没有瞧不起我。那20万的奖金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？不是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盯着这20万没完了是吧？你看我赚钱，你眼红啊？我很严肃地告诉你，如果黄池真的是被人做局陷害，而你又在场，这20万很有可能就是封口费。那这个案子，你表弟方强参与到什么程度？我问过方强，他说
在写欠条的时候他是在场的，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双方在欠条上写了还款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方强的话属实，那么黄池说的话就不是空穴来风，应该是这样。这原来呢是一个很简单的车辆赔偿案，但是被执行人黄池坚持说自己没有在欠条上写过还款时间，他认为是有人在故意陷害的。我从方强这一边得到的信息啊是这样的：黄池呢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比赛，是方强提议的。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车辆突然发生故障，方强说这很不正常，有问题。在这当中是存在疑点的。把这两个人所说的联系在一起，我觉得这远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复杂。所以要不要我再去找一下被执行人黄池，看看他需不需要提出执行异议，或者要求再审？当然了，这涉及到我的表弟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回避这。不需要，你表弟只是间接证人，又不是当事人。好，那这就是剩下时间的问题了。我的轮岗期呢马上要到了，确实是有点尴尬。我表个态啊，只要领导同意，在这个案子执行完之前，我不会离开执行局。不是麒麟，我考虑的不是这个。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咱们执行局的执法范畴。朱云，联系公安机关，请他们介入调查。周局好，什么事儿？戚法官，刚接到新安路派出所的电话，黄池被拘留了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是监控探头拍到的，核对之后你看他干的，乱写乱画，乱砸东西，还泼油漆，财产损失业主正在统计。我能见见他吗？人现在在拘留室呢，但酒还没醒，你这会儿去见他也不能出事。这样，等他酒醒了，我们做完了笔录，我再通知你。行，谢谢你，王警官。哎，方强，我在新安路派出所呢。开慢点啊！收。你给我拉这儿来干嘛？你去派出所是因为黄池的事儿吧？酒后闹事。黄池的性格，这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这仔细想了想，确实是有几件事不太正常。哪不正常？我跟黄池接触过，他这人话少，挺踏实的。家里条件虽然说一般，但他在赛车这方面确实是有天赋。飞哥让我把他给挖过来，我跟他谈了2次，他都没同意，所以飞哥才主动借车给他。但比赛当天，保险突然失效了，本来是不让他参赛的，他自己坚持要参赛。保险突然失效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赛车俱乐部这保险比较特殊，都是飞哥经手的，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但我清楚地记得，出事之后，是黄池主动提出要签个欠条，
说尽快把钱凑齐还给飞哥。他都说尽快了，那怎么可能在欠条上写上3日之内还款？这对不上啊！当然了，我当时确实也没看清楚那欠条上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。你还知道什么？还有就是比赛前一天晚上，我看见一件事儿，让我那天晚上喝多了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。你看见什么了？